我流落在外18年，被亲生父母寻回家的第2天，就被要求我替他们的养女苏雨嫣入宫当童使。雨嫣虽不是我们亲生，但她替你孝顺了我们18年，就当报答她的恩情，你也该替她入宫为婢。念青，苏家给了你一条命，你应该知恩图报。皇家要的是苏家女，雨嫣她只是养女，这差事本就该你去。来人，把他绑上马车，趁着雨夜立刻送入禁宫。掌印饶命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冲撞了苏掌印。苏掌印在这深宫已经5年了，我都快忘了我本该叫苏念青。掌印，刚才上宫局那边传话，新入宫选秀的苏家女被封了羽常在，苏家砸了重金给6局打点，他们指名道姓要一个叫苏念青的宫女去永安阁伺候。恐怕苏家打死也想不到，他们在宫里费力打点了一圈，最后会递到我手里。而如今的我，连贵妃都要礼让3分。凝霜，我们走。原来你还活着。居然真的是你！宫里打点的人没回话，我还以为你早死在哪个犄角旮旯了。奴婢给常在请安。规矩倒是学了些，瞧这穿的，黑扑扑的跟耗子似的。进宫5年了，连件体面的衣裳都没有吗？念青啊，你不是在6局底下做粗使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地方可不是你能随便走的。若是惊扰了其他贵主子，你有几条命赔？回苏夫人，奴婢在上寝局当差，今日奉命来盘验库房。上寝局？听说你进来是当的童使，就是专门趴在龙床外头听壁角的活儿。也对，这种差事别人干不来，你最合适。这不是苏掌印吗？闭嘴，别说话。雨嫣，你如今是刚封的常在，身份不同了。你跟他一个下人犯不着多说话，回头让人看见了，还以为苏家出身低微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娘说的对，我记得家里走之前，爹特意让管事递过话，你今晚到我永安阁来，给我打洗脚水。是。念青，你看看，雨嫣虽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到底养了18年，也是你妹妹。你在宫里好好照应她。苏家当年把你找回来，给了你口饭吃，送你进宫也是为了苏家，你就当报恩了。苏夫人说的是。对了，我入宫前家里花了大价钱打点6局，6局现在有个叫苏锦慧的掌印，权势通天，连皇后都给几分薄面。你在宫里混了5年，有没有门路递个话？大家都姓苏，帮我走走那位苏掌印的路子。那位苏掌印很不好打交道，切，一个6局掌阵罢了，说到底还是个奴才。我好歹是皇上的常在，
他还能不给我面子？你也别怨我们，当年是没办法。掌印，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那苏常在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靠苏家打点才刚进宫的末位常在，他竟敢让您去打洗脚水！这后宫里谁不知道，宫内1200名工人的调配升降、吃穿用度，哪一样不是攥在您手里？您不会真要答应他吧？答应什么？就是给他洗脚啊！要知道，连皇后娘娘都不可能有这待遇。先回上寝局。新封的常在，按例有3日恩宠期，这头一晚的牌子倒是摆得端正。掌印，您这是要……常在苏雨嫣恩宠期的绿头牌，撤了吧。撤了？可他是新进宫的常在，头一晚就撤牌子，敬事房那边问起来，咱们拿什么由头？就说苏常在初入宫闱，不懂规矩，凤体嚣张，恐惊扰圣驾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掌印，怎么？苏常在没要这盆水？回掌印，苏常在快发疯了。奴婢送水过去时，他咒骂的声音隔着永安阁的门板都能听到。他自然要疯。入宫第一晚绿头牌就被撤，这恩宠期算是归了零。苏常在被晾在那间还没暖热的侧殿里，妆都没敢卸，一直盯着大门。等到了丑时3刻，敬事房的人去传话，他才得知今晚被撤了牌子。丑时3刻，等了大半夜，等来的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苏雨嫣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苏常在当场就把一桌子的果盘全扫地上了，他还说定要让苏家去查查，到底是谁在背后使绊子。由他去查，就算查破天去，也不可能查到咱们头上来。明霜说的不错，就让他慢慢去查吧。查！立马给我去查！到底是谁撤了我的牌子？我是新封的常在头一晚入宫，敬事房怎么可能敢把我晾到丑时3刻？就知道哭！是不是你们这群奴才在外面编排我？常在饶命啊！奴婢们真的不知情，是敬事房那边说您凤体违和。我凤体违和？我好得很！分明是有人想断我的前程。等我查出来是谁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掌印，刚刚传来新消息，永安阁那位折腾了一晚上，已经摔了2套茶盏，伺候的宫女都被他骂哭了3个。看来他倒是精力旺盛，不像是凤体违和的样子。永安阁的人问苏常在的绿头牌何时能付上？什么时候6局的库房盘完，什么时候付。掌印，您这招真是绝了！咱们6局库房的盘验，少说也要半个月。这半个月一过，新常在的恩宠期可就彻底作废了。恩宠期一旦错过，再想见皇上就难了。他得跟宫里上百个嫔妃去敬事情排队翻牌子，等排到他，也许是3个月，也许是半年，也许这辈子都不可能排到了。毕竟这绿头牌的调配本就是您的职权，旁人挑不出半点错。他既然想找给他使绊子的人，那我就多给他留点时间，让他在永安阁慢慢找。是，奴婢明白。
妹妹，好久不见啊。为兄叫你一声妹妹，你不介意吧？苏主事客气了。你看，你这就见外了。虽然咱们5年没见，但我好歹还是你亲哥。雨嫣的绿头牌被人暗中撤掉，入宫第1天就吃了闷亏。爹娘花了整个苏家的银子打点关系，你知道那些银子怎么来的吗？爹娘可是把祖宅都押出去了。妹妹，为兄说话直，你别怪。雨嫣能不能在宫里站住脚，关系到整个苏家。你在上寝局当差，手边多少能使上力。我不是来求你的，而是来提醒你。提醒什么？宫里死个低等宫女，报上去说是疾病暴毙，连慎刑司都不必惊动。你知道我是管什么差事的吗？验尸、结案、归档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，是让你认清现实。你在宫里干了5年，没靠山，没背景，没名分，但能活下来，说明你有些手段。你帮雨嫣把路铺好，以后她得了宠，你跟着喝汤，别跟苏家作对。你知道我做得出来。苏主事，你进慎刑司几年了？2年。2年，那你应该知道，宫里的人命案不归慎刑司管。至于归哪里管，苏指事心里应该清楚吧？慎刑司管的不过是外朝那些鸡零狗碎的小事。这内应里若是有官职宫人失踪、暴毙，或是那些查不清楚的死案，全部归6局掌印会同内侍省联合查办。你有后宫官职？自是有的。苏主事在慎刑司2年，连自己的管辖范围都没搞清楚，你这升迁路怕是难啊。苏念清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有了官职你也姓苏。当年要不是苏家找回你，你如今还在乡下要饭。苏家给了你命，你就该给苏家卖命。把你的手松开。苏主事，有件事你可能忘了，我和苏家的关系，当年在你亲手把我打晕时就断了。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我翅膀硬不硬，你大可试试。这苏常在真是好大的架子，全宫的姐妹都提前到了，竟让她成了最后一位。最后一位又如何？听说她入宫这3天，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，估计是等得急了，连这请安的宫规都顾不得了。你这话倒是没说错。按规矩，她一个常在，只能在那儿低眉顺眼待着。但你瞧瞧他那眼神，倒像是来寻仇的。苏念清，出来！常在有何吩咐？这是赏你的，谢常在赏赐。带上，带上啊！主子赏你的东西，你客气什么？各位姐姐不知。我认识他，他呢，以前在乡下是个要饭的，后来通过苏家，如今才有机会在上寝局做些杂活。我呢，最是念旧情，自然要照样照样他。既然受了我的赏赐，行个大礼吧。这主奴的规矩，本常在没记错吧？跪下！入宫5年了，我这还是头一次瞧见，
有人敢当着咱们这么多人的面让苏长姬下跪？怎么，我使唤不动你吗？我好歹是皇上封的常在，你一个宫女给我磕个头，天经地义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回皇后娘娘，这宫女是臣妾的旧识，臣妾方才赏了她东西，让她行个礼罢了。宫女，苏常在怕是弄错了吧？她乃是六局掌印苏锦燕。六局掌印，快传太医！恭喜掌印，是喜脉，已有2月有余。天啊，不会吧！我知道这一天会来，但不该是现在，不该是这里，更不该是当着皇后的面。六局掌印，未婚女官，怀有身孕。按后宫律法，女官失贞，杖100，赐死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斗胆。掌印他一定是与人私通。六局掌印出了这等事，若不严办，后宫纲纪何在？苏常在所言有理，来人！六局掌印身为女官，不守妇德，秽乱宫禁，按律当杖毙。但念在他在六局多年，本宫给他一个痛快，100杖，死活不论。掌印大人，千万别放弃，您命硬，说不定扛得住。从同使到掌印，整整5年，我踏过无数尸骨，我绝不能死在这里。都给朕住手！陛下，这是何意？苏掌印身为女官，却怀有身孕，这是铁证如山的失贞之罪。后宫律法白纸黑字写着，她怀的是朕的。刚刚谁碰过她？谁碰过她？拖出去，处死！陛下，臣妾不知苏掌晕身怀龙嗣，是臣妾冒犯了，但臣妾也是依律行事，并无私心。依律行事。传朕旨意，晋六局掌印苏锦卫为正2品昭仪，赐居未央宫。昭仪，我没听错吧？从六局掌印女官，直接涨到正2品昭仪，连跨了答应、偿债、贵人、嫔妃4个品级啊！这可是直接升到了后宫第4的位子啊！前面也只有皇后、贵妃和淑妃有这种待遇。皇后掌管6宫，既然御下不严，那即日起协理6宫之权交由昭仪苏氏。协理6宫，陛下竟然将这权力给了苏昭仪，这后宫要变天了！这是从皇后娘娘手中把后宫的实权抢走了1半啊！臣妾遵旨。这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雨嫣被皇上封了常在，今日请安，想必是要受不少赏赐吧？
那是自然。雨嫣小姐那样貌身段，往后定是大贵人。慌慌张张的，成什么体统？可是雨嫣那边有什么好消息？苏夫人出大事了！玉常在景仁宫请安时，因为御前失仪，惊扰了圣驾，已经被皇上厌弃了。你说什么？那皇上赏了谁？皇上下旨晋封六局掌印苏景荒为正二品昭仪，赐居未央宫，还把皇后的协理六宫之权分了一半给那位苏昭仪。苏景荒，六局掌印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夫人，您忘了，之前雨嫣小姐还让那苏念清去求过这位苏掌印。错了，六局掌印和那苏昭仪就是5年前被您送进宫的那个苏念清。皇上刚才当众宣布说她怀的是龙嗣。怎么会是他？娘娘，景仁宫那边的消息传过来了。如何了？那个苏雨嫣啊，听闻皇上下旨封您为昭仪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就当场吓瘫了，缩成一团，连个求饶的字都蹦不出来。后来还是景仁宫的几个小太监把他像烂泥一样抬回去的。这位苏常在回去后就发了癔症，因为极度惊惧，硬生生吐了半夜。京剧，这才刚开始。掌印，不，昭仪娘娘，那苏家若是知道如今您的身份，不知会是什么表情。苏家倾家荡产，费尽心机想把苏雨嫣送进宫来争宠，如今却是满盘皆输。苏家那边暂时不必理会。皇后娘娘那边，她今日受了这样的折辱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她当然不会罢手。今日她表面领旨行礼，实则是在给自己争取喘息之机。这5年来，自从我崭露头角，成为六局掌印开始，皇后便视我为眼中钉，屡次想要置我于死地。她远比苏玉嫣危险100倍，她极有耐心，且手段狠辣。现在的风平浪静，不过是她正在暗中筹谋更毒的计策。咱们如果行动操之过急，反而容易暴露破绽。再等等吧。跪！宫中行礼，膝头须正，身姿须直。再来。这是今天的第3跪。还是娘娘想得周全，若是直接动用私刑责罚，难免落人口实。如今用这学规矩的名义，便是皇后看见，也是光明正大的理由。新入宫的常在若是不懂宫规，冲撞了贵人，那才是大罪。六局身为后宫内管，理应妥善安排教习嬷嬷予以调教。娘娘说的是，毕竟如今这协理之权在您手里。苏常在，内廷仪重第10条，嫔妃朝服穿戴步骤，再背一遍。腰系玉带。漏了金丝绣球坠，错一字加罚。老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苏常在当初是何等的高傲，如今在那竹鞭底下，竟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自然不敢，段嬷嬷最有法子，只要他敢反抗，甚至敢哭出声，便会被延长罚跪的时间。让段嬷嬷继续，既然她记性不好，就让她多跪几日，直到刻进骨子里为止。遵命。
昭仪娘娘，慎刑司的苏主事昨夜进了坤宁宫。待了多久？只待了1个半时辰。守门的宫女说，苏主事进去时带了2名随从，但出来时脸色不太好看，手里还多了一个封口的青布袋。看来苏锦州去找贺皇后了。苏家如今只剩下苏雨嫣常在的名分可以利用，苏锦州若想保住苏家，只能投靠贺皇后。那我们要不要先把苏主事调离慎刑司？不用，让他留在那里吧。最近有什么消息？说吧。苏主事昨日以调阅旧案为由，离开京城慎刑司，回了一趟苏家原籍。他在当地找了一个书生的名字，仿照民间私通信件，伪造了3封与娘娘入宫前有关的书信。那人还寻了件，据说是娘娘从前贴身用过的物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花钱打点了个老妇人，要让那老妇人当堂作证。什么物品？一方旧帕，上面绣着半朵海棠，像是乡下姑娘的手艺。哼，他倒是记得我入宫前的原籍地址，真可笑。这种诬陷的小把戏，娘娘当年一直在外流落，根本没机会与什么书生接触。假的东西只要送进朝堂，就会有人替他变成真的。即便如今怀有皇嗣，也经不起群臣轮番弹劾。还有一件事。说。苏主事已经买通宫中一名粗使宫女，那宫女负责替娘娘从太医院取安胎药，再单独煎好送进来。安胎药，药方是太医院开的，每日1剂，从药材入库到送进娘娘手中，旁人很难插手。苏主事给了那宫女1包药效缓慢的毒粉，吩咐她每日只放1点。娘娘，这药不能再喝了，奴婢马上去请太医。别去。那药怎么办？找机会偷偷换掉，每天照旧煎药。可那包毒粉，把毒粉换成等量面粉，煎药的时候让人守在旁边，送药的时辰都不要变。那个粗使宫女先留着，让她以为得手了。然后呢？随后就让苏锦州的人替我攒够把柄，他给我收集的罪证越多，日后成交御前时，就越能让他无法翻身。苏念青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事启奏，臣要弹劾昭仪苏氏。昭仪苏氏入宫前与家乡书生私通，如今物证齐全，且人证在堂，其腹中血脉存疑。臣恳请陛下下旨验明。臣附议，若不严惩，宫规何在？请陛下明察。诸位姐姐听说了吗？今儿个一早，金殿上闹得可凶了。我也听说了，慎刑司苏主事亲自呈递了物证，要状告那苏昭仪。他平日里瞧着清高，谁能想到竟是这种出身？这出身也就罢了，若那物证是真的，本宫今日召大家来，便是为了这桩揪心事。苏昭仪身怀龙逆，本是后宫大喜，可慎刑司那边这般发难，本宫不得不查。皇后娘娘明鉴，臣妾最是知晓苏昭仪的秉性。她曾在乡下时，便与书生牵扯不清。臣妾那兄长苏主事刚正不阿，若非铁证如山，又怎会拼着冒圣言来揭发他？连亲哥哥都站出来指认，这事儿怕是做不得假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宫自不能坐视不理。无论那苏昭仪今日来不来，本宫都要替陛下扫清这后宫的浊气。证据呢？信件、贴身旧物以及证人供词俱在，那
那老妇人就在殿外候旨，只要一问便知昭仪入宫前的私情。传唤苏昭仪。传苏昭仪觐见。娘娘，皇上传召，请昭仪娘娘即刻随奴才面圣。陛下，早年臣和他有些私怨，他如今是在蓄意报复臣。这17封信件是苏锦州私下收受内录的凭证，上面均有当事人画押。在苏锦州经手的案件中，有多处关键物证被篡改，甚至牵涉多条无辜人命。除去以往的罪证，苏锦州还于本月初3私自潜入内宫后园，按律令规定，外臣未经宣召私入宫闱，罪同谋逆。陛下，臣是奉命查案，臣手里有慎刑司的令牌，进后院只是为了核验物证。那你为何没有留下奉旨文书？为何当日的值守记录被人撕去一页？至于苏主事用来弹劾臣妾的这几封信，苏主事不妨亲自向陛下交代纸张的年份。臣妾入宫前一直身处原籍，日常所用的是民间图纸，这几封信却采用武德4年的官造竹纸，边缘还有京城官造纸坊的水印，而苏主事正好经手过这批竹纸的封档事宜。苏爱卿，可还有什么要说？纸张也可能是别人拿给臣的，臣只是收到弹劾线索，绝没有伪造。把那位作证的老妇人带进来。老人家，你给陛下说一遍，是谁指使你出面做伪证的？我不敢说。说实话，我可保你一命。你最好说实话。是他，是苏大人给了我50两银子，我压根没见过昭仪娘娘，也不知道她入宫前做过什么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臣冤枉，一定是他蓄意报复。她是臣的妹妹，因为早年的私怨。我和她并无兄妹之情，我只是一个被苏家扔出家门的顶替之人。当年烧毁更帖，并将我从族谱中除名时，苏家便已与我毫无关系。苏主事难道忘了吗？从今日起，苏家与你再无关系。以后你别再回来哭闹了。他本来就不是苏家人，早该滚得远远的。来人，判刑。慎刑司主事苏锦州贪墨受贿、篡改物证、私入后宫、伪造证词，数罪并罚，处以极刑，处以极刑。苏家满门流放北疆，3代不得入仕。娘娘，苏锦州如今就在最里面的牢房。苏念青，你为了一己私欲害死过那么多人，那些被你因篡改布政牵连致死的冤魂，他们同样是有亲人挂念的。你早就在暗中搜罗证据，从我去坤宁宫那一夜开始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故意让我买通的那宫女继续奸妖，故意让那老妇人把供词送到我手里，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出手？不是我在等你，是你自己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。苏念青，你好狠！苏念青，我真是后悔当初没有杀了你！
娘娘，出大事了！慢慢说。刚刚3名内阁重臣联名上奏，开国太祖的祖制时，去母留子。把他们的原话说清楚。他们说，凡出身低微的宫妃诞下皇嗣，必须将孩子交由宫中的高位嫔妃抚养，生母则要赐死或者囚禁冷宫。这条规矩在太祖年间确实执行过2次。陛下怎么说？陛下没有立即反驳。确实，他不能反驳。陛下是皇帝，难道连保住自己的妃嫔和孩子都做不到吗？违背先祖遗训会被扣上不孝的罪名，而对一个皇帝来说，不孝不只是名声受损，还会动摇他的执政根基。原来如此，这背后一定是皇后搞的鬼。这次她不需要亲自派刺客，也不需要往安胎药里下毒，她只要让人翻出当年的陈年祖制，再借大臣们的嘴，就能把娘娘您逼到死局里。她想让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祖制要我的命，而不是她要我的命。昭仪娘娘，皇后娘娘传话，您如今有孕在身，不宜走动，未央宫暂时封闭，您主要以安心养胎为重。暂时封闭，所有出口由坤宁宫侍卫看守，进出人员必须要有皇后娘娘的批文。你们这是软禁！奴婢只是奉命办事，请娘娘安心养胎。回去告诉皇后，养胎可以，软禁也可以，但未央宫内的账材、药物和人员记录仍归6局检验。皇后娘娘说，任何信件也必须先经过坤宁宫查验，连信件都要结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防止外界流言惊扰娘娘凤体。那便请皇后娘娘将整个未央宫的墙都封起来，免得风声传进来。妹妹，这些日子关在这未央宫，委屈你了。皇后娘娘想要何时下达旨意，直说即是，不必在这里做戏。本宫今日来是真的关心你。朝堂上那些老臣忧心皇嗣血统，便引出了开国太祖定下的去母留子的祖事。本宫虽有心护你，却也无力阻挡百官们的联名上策。那皇后娘娘对此出言阻止过吗？本宫向来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这个孩子降生后，交由本宫的坤宁殿抚养，本宫定会视如己出，悉心照料。至于你，本宫准许你体面的自尽，免受冷宫折磨。皇后娘娘，太后曾赏过我一块玉佩，您可知晓？太后娘娘，不要围在这里，快去请太医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苏锦伟，尚在6局当差。你救驾有功，哀家不能让你白受这一场惊吓。日后若逢危机，可凭此物求见哀家。只要哀家还在，便绝不坐视不理。当年我巡查库房，恰好路过，及时救助了他。太后苏醒后，赐下玉佩作为凭证，承诺日后若逢死局，可凭此物求见，他绝不坐视不理。你敢以此要挟本宫？臣妾不敢，我只是想告诉娘娘，那块玉佩在今早
已经送出未央宫了。不可能！未央宫各处出口皆有本宫亲派的侍卫把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绝无走漏风声的可能。侍卫能封锁明面上的通道，却封不住这地底下的。未央宫下面有一条连通御花园水池的废弃暗道，只要在6局主管过营慎日务，便能知晓这条隐秘路径。仅凭一块玉佩，你以为能推翻先祖定下的规矩吗？能否化解，娘娘很快便会知晓。若无皇后娘娘旨意，便不能进去。放行！宋姑姑请恕罪，卑职也是奉了皇后娘娘的旨意。娘娘说昭仪娘娘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。哼，任何人？我带有太后的懿旨，难不成还得按你的规矩慢慢通宝？卑职不敢。哼！昭仪接旨。太后懿旨，哀家久居西园，不问政事。听闻孕育皇子的生母遭受非议，特下此诏。昭仪苏氏3年前曾在佛堂救驾有功，哀家当年已将其认作义女。苏氏属于皇家亲郡，而非低微出身。去母留子的旧制仅限于出身低贱的宫妃。苏氏身为哀家义女，若有朝臣继续以此旧例刁难，便是蓄意抹黑皇家颜面。此类诽谤行为必将严惩不贷。钦此。臣妾领旨，谢太后恩典。都起来吧。明霜，速去打探外面的动静。是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请回吧。娘娘，朝堂上那些誓死进谏的大臣都退下了。太后懿旨送达朝堂时，当初那位第一个进谏的方御史当场伏在地上，半晌没敢再说一句话。陛下也随即下令散朝，没人再敢提去母留子。皇后那边现在作何反应？听闻皇后娘娘在坤宁宫抄写了一整夜的字。她在抄什么？或许是佛经，或许是太祖遗训。她这是在提醒自己，凤印还在她手里。明霜，冬至时，陛下会按惯例离开京城前往祭祀。你设法去查探三皇子封地的驻军动向，人数、粮草、调令，任何一项都不要漏。奴婢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再用力，孩子的头出来了。把帕子给我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皇子！恭喜娘娘，是位皇子！陛下，产房污秽，您不可贸然进入啊！给朕让开！陛下，当心抱孩子的力道。朕会小心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于苏氏，秉性温良，克贤内则，又兼诞育皇嗣有功。即日起晋封为贵妃，加封6局总管之权，赐金册玉印，协理6宫。恭喜贵妃娘娘，贺喜贵妃娘娘。臣妾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奴婢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上宫局本月人员调配册
请贵妃娘娘过目。上一局东一律用册，请娘娘核验。上10局各宫膳食和水源分配也已全部移交，请查验。6局照旧办事，任何条令都要留下经手人的名字，没有封印文书，不得擅自更改工人本籍和公事公给。协理6宫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手里，而是让每一道命令都有来处，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向谁负责。谨遵贵妃娘娘懿旨。皇后娘娘虽然交出了协理6宫的权力，可封印仍在她手里。中宫的名分还在，封印便是她最后的屏障。皇后若再动手，恐怕会比以前更狠。所以我才要把每一次跳令、每一批物资、每一份名单都留下痕迹。她若想动，就必须先动封印。3个月后，名单上的人和事会自己浮出水面。大半禁军都被抽调去护驾了，现在这宫里的守卫比平日里少了70%，这若是有个万一……呸呸呸！这可是冬至祭天大吉的日子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小心掉脑袋！娘娘，坤宁宫有变。说清楚。3殿下的司军正在朝4处宫门进发，禁军随陛下出了京城，宫门守卫只剩原来的一半不到。娘娘，叛军要进宫了！他们是想里应外合夺取京城控制权，再借机推翻陛下。那咱们快从暗道撤退吧。御花园水池的旧道还在，我们可以先逃到外面，等陛下回宫。不行，此时退避便意味着满盘皆输。可这里马上就会成为叛军争夺的地方。他们长途奔袭，最缺的是粮食和水，夺取宫门只是表面，真正能让他们失去战力的是补给。娘娘，这枚掌印不是按规矩应该交还6局吗？敬畏贵妃后，我本该交还，但是陛下默许我把她留在身边，以备急用。乳母留在未央宫守住孩子，明霜跟我走。娘娘，现在外面危险啊！正因为危险，我才不能躲在这里，等别人替我决定生死。贵妃娘娘，叛军已经冲到东侧宫门，奴才正准备把存粮运往各处避难。不要送往外面啊！把周边膳房的存粮全部转移到内宫深处，封住粮仓。凡是没有6局令牌的调粮文书，一律不认。把靠近4处宫门的粮车全部掉头，送去未央宫后的库房，封锁御膳房周边水井。没有我的令牌，不许取水。可宫里还有很多宫人，若是封井，大家的饮水怎么办？宫内饮水按宫室分配，优先保住守宫将士的供给。叛军的补给，一滴水都不能给。叛军长途奔袭，必然没有带足粮草。他们若找不到水和粮，很快就会失去战力。正是。听贵妃娘娘令，关粮仓，封水井，所有存粮转移。没有粮，御膳房居然什么都没有。宫里的水井都被封了，东门的人已经开始抢同伴的水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天亮前咱们就会撑不住。殿下，弟兄们撑不住了。御膳房的人呢？本王不是下令让他们准备吃食和清水吗？殿下，御膳房早被搬空了，
那些水井全被封死了。陛下，三皇子的私军已经杀进宫了。苏贵妃那边可有消息？贵妃娘娘已经调动御膳房，切断了叛军的粮水，宫内暂未失守。传令北镇抚司按原计划执行。陛下，您早知道三殿下会起兵。贵妃送来的名单不是让朕拿来观赏的。殿下，弟兄们已经1天1夜滴水未进，真的杀不动了。给本王站起来！只要杀进金殿，这天下都是你们的。娘娘，四处宫门都守住了，叛军缺粮缺水，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。把投降的将士和仍在抵抗的将士分开登记，凡是被强行征调的，核查籍贯后交给北镇抚司审问；主动参与谋逆的，按军级单独关押。是。娘娘，陛下是否要回宫了？他会先去坤宁宫，不是来未央宫。这场政变从坤宁宫开始，也该在那里结束。贵妃娘娘，陛下有令，三皇子已经押至坤宁门外，请您留在未央宫照看皇长子，不必亲自前往。知道了，解除宫内的水禁，叛军搜过的粮仓全部流封，等慎刑司和北境抚司的人来验看后再处置。计划失败了。败了。你提前便知晓这一切。没错。物归原主。是朕有赋予你。陛下只是从未在意过我，请陛下降旨赐死吧，给我留几分体面。传旨，赐贺皇后白灵，三皇子交由宗人府议罪。多谢陛下。掌印，娘娘，叫习惯了，慢慢改。奴婢只是觉得您走到今日太不容易。5年前，您穿着粗布衣服被他们送进宫，如今站在镜子前，已经是执掌6宫的贵妃娘娘了。这身礼服很重，可它压不住娘娘您的脊梁。娘娘，陛下已经在殿门外等候了。知道了。很合身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5年深宫沉浮，历经诸多尔虞我诈，如今我终于走到了终点。